今天這一集是無印良品開箱，分別有季節限定、新商品以及2025年的好評排行榜。今天的10款都是目前在台灣買不到的商品，哪一些值得買，哪一些又非常好吃，我們就繼續來開箱吃吃看吧。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點個讚啦！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第一款是季節限定的抹茶饅頭。當時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就想說，這應該感覺就很好吃，畢竟又是饅頭，然後又做成抹茶的。它很特別，是它是抹茶豆沙餡，它的外皮呢，感覺就是已經有抹茶的風味，然後中間是豆沙餡配上抹茶，已經有看到有點綠綠的，對不對？很香，很香立馬來吃吃看。我原本以為說它的皮會比較乾，但是其實我覺得重點是它中間的豆沙餡很滿，所以整個吃起來是非常有濕潤感的。老實說，我覺得抹茶的味道我沒有覺得非常重，我覺得還 OK， 適中的抹茶風味，不是那種会很苦勁的抹茶，但它也不到太甜哦，不是很甜的那種抹茶，我覺得是適中，有點半糖，但它也不到太苦。我比較驚豔的是它的口感不到太乾，因為很多這種常溫的饅頭，它其實有的時候餅皮會太乾，可是其實它是濕潤款的，但是我覺得其實整體起来吃起來是好吃，你再配一杯茶，你會覺得很滿足。然後现在我吃完之後，我嘴巴會有一種喝了一個什麼抹茶的茶類的感覺，有茶香在留在嘴巴裡面，對，微微的。我覺得這蠻好吃的，這我會回購我也是，下一款同樣也是季節限定的抹茶年糕銅鑼燒。我覺得無印良品的抹茶通常都不會太踩雷，基本上都是基本款的好吃或是很好吃。這次看到的就是這個銅鑼燒，而且因為它很特別，是它中間的內餡除了是有豆沙之外，它還有加抹茶年糕。我就是看到說是有抹茶年糕，就說這一定要買。因為我們中間在把它撕開來拍特寫的時候，就有那個年糕這樣撕開的感覺。它的外皮的話，應該也是已經有抹茶的風味，有點微綠的感覺。銅鑼燒的味道，小叮當的最愛，立馬來吃吃看。它的外皮是比較蛋糕感的，外面會吃到那種抹茶蛋糕，然後甜度不會到太高。抹茶的香氣是有的，但它相较刚才那個饅頭比起來，它有一點點苦味中間的年糕非常好吃，它的年糕是幫這整個銅鑼燒加分，讓你不會覺得說我好像只是吃一個蛋糕，中間有一個餡的感覺，它多了一個那個年糕的口感，讓它這整個口味上面變得很有層次。這款的餅皮我覺得它比較乾一點點，沒有那麼濕潤，整口咬下去的味道苦味多一點點。如果說以麵包的餅皮跟餡的比例的，它的餡的比例是比較少的，剛剛的饅頭的餡會比較多，所以吃起來的那種濕潤度會比較高，這個就會稍微比較沒有這麼濕潤，這我也會回購這個我還好，我會基於就是因為它中間有年糕，我會很想要買給我的好朋友吃吃看的感覺。下一款同樣也是季節限定的薄荷巧克力蛋糕。如果有看我們上一集超商新品開箱，其實超商也有出了非常多跟薄荷有關的商品，無印良品也是一系列各種薄荷系列的商品。它呢其實就是像這樣子一條，我們之前有分享過的類似像那種棒蛋糕的感覺。我有看它的官網上面是說建議可以把它冰起來吃，冷的吃会更好吃。聞的話我覺得是巧克力蛋糕的味道你應該很喜歡這個口感，因為它很像布朗尼的口感。沒錯，我原本以為它是蛋糕感，所以我刚刚其實有一點比較大力的想要咬下去，結果一咬下去之後想說超扎實，对，就是像布朗尼蛋糕的感觉。不過老實說，我現在還沒有覺得薄荷我覺得它薄荷味不重，我覺得是巧克力比較重。我覺得薄荷的味道蠻淡的，即便我這個一口一口吞下去之後，我還是覺得沒有什麼太有薄荷的感覺。但我覺得它冰起來的口感很好吃，而且它也是偏濕潤感的。這好好吃哦！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很愛吃布朗尼蛋糕的，我覺得這個你會很喜歡。回到薄荷巧克力這件事情來說，我覺得它並沒有讓我覺得很有薄荷的感覺，因為確實我們上次超商開箱的有一些那個薄荷是真的味道非常重，而且是舒服的，像 Lawson 那一款我已經大推特推 Lawson 那一款薄荷真的很好吃。
這個的話，我覺得它就是單純的比較像巧克力蛋糕，比較沒有什麼薄荷 feel。所以如果你期待它是有很濃的薄荷 feel 的話，我覺得你會失望。但如果你是很愛吃布朗尼巧克力蛋糕的，你會很滿意。就是飯後你想要吃個小點點，我覺得很棒。沒錯，拜託，我希望呼籲無印良品這個可以常駐商品，不要是季節限定。這個我會回購，我會一次回購10條。我也會。下一個系列是無印良品的新商品。首先第一個，這個是冰淇淋奶昔草莓芭樂風味。其實這個也是我們那時候覺得很特別，想說冰淇淋奶昔到底是怎樣。好，目前這裡是台灣買不到。那它其實還有芒果、橘子跟香蕉、白桃口味，我们就挑了這一個草莓芭樂，感覺會非常好吃的，我們會很喜歡的。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其實它裡面是有2包，你要去買香草冰淇淋。把冰淇淋跟這2包一起加進去，把它拉來，就會變成冰淇淋奶昔。我們這一次呢，因為依照它的比例，我們是加了3杯的小美冰淇淋，然後加1包，可以呈現出這樣子1杯的奶昔的量。它的整個質地是真的蠻稠狀的，很有那種奶昔的感覺哦，非常固態的感。然後香氣也蠻夠的，草莓的香氣蠻重的。我先吃吃看，喲，是奶昔嗎？奶昔，在家就可以自製奶昔，很像麥當勞會吃到的那個奶昔耶。因為之前不是麥當勞有奶昔回歸，然後不是都吃不到嗎？老實說，入口我覺得香草的味道，就是小美的香草的味道還是比較突出，反而覺得它有個草莓的藥水味。有，確實是後面的那個草莓的香氣、香精的那種草莓味有跑出來。它的那個濃縮液到底有什麼魔力，可以把冰淇淋變成這樣？那如果是這樣，我會更好奇另外一個口味，因為我們當初看這個是草莓芭樂，但老實講，我其實也吃不到芭樂，沒有芭樂的。草莓的味道其實也很淡，芭樂也沒什麼味道。就認真來說，它就是一個草莓奶昔。其實說實話，我覺得口味上面是 OK， 因為這個當然跟你買的冰淇淋的基底是有關係的。對。不過說實話，我覺得剛剛牧一陽講得很對，其實就是在家裡就可以吃到奶昔，而且是用很簡單的方法，你不需要什麼機器，你就是把東西全部倒進去裡面，然後攪拌，它就變成是奶昔了。這點是真的，我覺得蠻方便的，會還原讓我可以吃到奶昔的感覺，很棒。你可以奶昔裡面再加草莓顆粒，你把草莓再剁碎，變成是一個有口感的奶昔，我覺得也會蠻好吃的，那就會更棒。沒錯，我覺得這還 OK 啦，我覺得可以買1包來試試看，它有其他不同的口味，我覺得都可以嘗試看看。下2款，這個是咖啡果凍跟咖啡牛奶果凍。我相信這個應該大家在 Tray 或是在 IG 上面應該都有被燒到，就是你就會看到有很多畫面是那個一整條這樣倒出來的那個畫面。這個呢也算是無印良品近期的新商品。那它的做法其實就是真的是打開來就可以直接吃了，其實蠻簡單的。那其實我有看它官網，其實有一些其他推薦的做法是，比如說你可以加冰淇淋，或者是加牛奶，可以創造一些不同的風味。它的官方呢是最建議的方法是你回家之後把它冰在冰箱之後，再把它倒出來，它才會是一整個固體的果凍，就是黑咖啡果凍的感覺，香氣蠻夠的。但聞這其實很濃咖啡味很濃很苦，很苦。但是我覺得很特別，因為我之前也有買過一些咖啡的果凍，它通常會有一些糖去調和，讓它只是有咖啡的香氣，但不是一個很苦勁的咖啡，真的是咖啡凍。對，而且不是沒有甜完全沒有甜，你就是一口進去就是那種黑咖啡很濃烈的苦勁出來。如果今天下午想要再吃一個就是比較跟咖啡有關的黑咖啡的話，那個苦勁馬上會醒腦。那我們再來呢，就用這個黑咖啡的這個版本，我們呢直接來把它加在香草冰淇淋上面。無印他們自己有很多的日本人有在上面分享說，這個東西加其他的冰淇淋也會很好吃，就來試試看。好吃。老實說，我覺得它多了冰淇淋的那個甜度之後，雖然苦味還是會在，
但是你就會有那種苦甜，然後配上一點點那種奶的感覺融合在一起。這讓我回想到我們有一次去康昌神社旁邊那個美林咖啡的那個，它感覺底下就是這種咖啡凍，就是比較苦的咖啡凍，對，然後加冰淇淋，然後加聖代。現在我們還缺一個東西，就是鮮奶油哦，對，它整個都有的話，就可以變成那個咖啡聖代。我覺得它單吃確實真的，除非是你本來就是苦勁，你可能夠接受的，我覺得 OK。沒辦法吃這麼苦的咖啡凍的話，我覺得你就加冰淇淋，或是加奶茶，直接泡在奶茶裡面喝，當做那種有顆粒的喝，我覺得應該都會蠻不錯的。第二個口味是咖啡牛奶的，就是用原本的咖啡有下去加牛奶。我們終於有成功把它一整片倒出來了，一整條倒出來了，好可愛喲，好好吃哦。剛剛那個是黑咖啡口味，它是完全沒有甜。這個因為它有加了牛奶，我覺得一定有加糖，所以整個吃起來的味道，我覺得會比較沒有這麼大人感。但是我覺得是，如果你今天下午茶想要來一個比較有一點甜度，但是又沒有太甜的東西的話，我覺得它非常適合。我覺得它整體真的是布丁的口感，我会期待它出其他口味的布丁欸。沒錯，但是這個口味就已經很好吃啦，它光這個口味就賣翻了，很好吃，非常好吃。我覺得這個口味，我覺得就是好好的單吃就好。我覺得它不需要再加其他的東西。下一個系列是無印良品的料理包系列，在我們頻道裡面比較少開箱的商品。那其實原因就是因為上一次我有一個在日本的學妹，她就送了我一包這樣子的料理包，然後我就想說啊，有一天中午我就想說把它打開來吃，然後一吃，天哪！它的味道非常道地，而且非常方便，非常好吃。我就想說，我相見恨晚。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無印良品裡面挑了一些新商品，以及人氣排行榜的這種料理包來吃吃看。好，首先這一個是養生湯系列，是新商品發酵鹽檸檬參雞湯。它的做法就是非常簡單，它後面有說，就是你只要不需要開封哦，你只要把它直接整包丟進去微波爐，然後呢，如果你是500瓦是1分20秒，600瓦的話是1分鐘，是不是就這麼簡單？它其實剛剛倒出來的時候啊，真的蠻像我們去韓國會吃到的那種參雞湯粥的感覺，但它確實它裡面是有加所謂的鴨麥。可以看得到有那種一顆一顆的，有微微的那種人參雞湯的味道，但是沒有像韓國的那麼重。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濃的雞湯，我沒有覺得有人參雞的感覺。對，可是它其實肉絲偏柴，我老實說，可是它特別在於，你喝的時候會一直有一個微微的微酸的檸檬味，很特別。因為在韓國喝參雞湯不會有那種微酸的檸檬味，這有點改良吧，那種日式跟韓式的結合。對，但是它濃稠程度其實它已經可以配飯了，可以變成燴飯的感覺。然後它就是1人份，所以其實分量不到太多。不過單吃我不覺得有太鹹，我覺得它的酸幫它綜合的點綴的蠻好的。而且其實認真說，你說它只是一個湯品嘛？因為我覺得它中間已經有加了一點點的肉絲跟那個鴨麥。認真說，小鳥味的，搞不好你一碗這喝下去，你就會覺得有一點飽的感覺了。因為確實它不是只是單純的湯水而已，覺得它有一些料啦。沒錯，對，我覺得基於蠻方便的，因為畢竟直接丟進去微波爐加熱倒出來就可以吃，這點是真的很方便。口味上，我覺得這個人參雞就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人參雞好了，就把它想象成是一個很濃郁的雞湯粥的感覺，我覺得算是 OK。雞肉有點柴，所以我其實應該不會回購。我應該也還好，但是我是覺得可以嘗鮮看看了。下一款一樣也是養生湯系列的發酵辣椒麻辣湯。我那時候想說，天哪，它居然連麻辣湯都可以做成這樣的料理包，我真的覺得蠻厲害的。湯非常非常的紅，然後裡面的部分其實確實可以看得到有一些料，像是有竹筍，還有冬粉，味道聞起來蠻辣的。辣度算是會在喉頭的辣，如果今天把它想象成是韓式的什麼辣湯，就覺得好像蠻合理的，但很特別，它鹹度不高哎。我覺得它應該是因為養生系列吧，它自己自稱為養生湯，所以它的鹹度都不會到太高，但是它中間配上那些料吃起來都會那種微微脆脆的感覺，
而且一直有一個是薑味嗎？我覺得那個薑味沒有那麼讓我那麼討喜，跟我們印象中的麻辣鍋的感覺印象不太一樣。我現在整個喉頭都是辣的，但說實話，這個味道真的我沒有這麼喜歡。我也是，好像有點做不到位。我不會講，對，就是要辣又辣不過癮，對，然後要鹹好像又不太夠。我不會推薦，我也不會再回購。我覺得還好。下一款，這個是2025年的好評排行榜人氣咖喱第2名，大份牛五花咖喱。你就想說，為什麼我不買第1名，我要開第2名？因為第1名已經被我吃掉了。第1名是雞肉咖喱，然後第2名這個我覺得就比較特別，因為他寫說它是大份牛五花咖喱，它的做法比較不一樣，跟剛剛不一樣的是，像剛剛我們的這個湯，它上面是會告訴你說這個是可以直接寫電子可以加熱，你就是整包可以進去做加熱的。但是這個的話呢，它沒有特別寫，但是這個你就必須要把它打開來，倒出來，放到耐熱的容器裡面，再送進去微波爐加熱。然後不過我特別提醒哦，它上面有寫它是4星，它是4級辣的。畢竟說它是大盛，所以真的裡面可以滿滿的看到有很多的牛肉塊。這一包裡面是沒有包含白飯的哦，白飯是我們另外買的微波白飯。我覺得是辛香的味道比較重，因為它是有說它有特別加孜然。所以我覺得它的那個香料味道是比較重的，是比較鹹口的咖喱飯。但是因為真的日本道地的咖喱的鹹度其實都蠻高的，這個真的有在吃日本咖喱店賣的咖喱的感覺。確實就是比較重鹹一點，比較不是台式咖喱的感覺。沒錯，對。所以如果你是重口味的話，我覺得這個咖喱你應該會蠻喜歡的。牛肉的話，我覺得它就不是說什麼吃起來很嫩，或是吃起來很柴，但是我覺得料理包的這種牛肉基本上就是表現大概是這樣，吃幾口到後面你會覺得開始辣度有出來哦，但是我覺得這個辣是小辣的程度而已。這一款我是蠻推薦的，我會回購，蠻懷念日式咖喱的時候會想要吃這個，沒錯，所以我覺得如果有看到我也是會買個1-2包。下一款，這個是天然食材的咖喱綠咖喱口味，人氣第3名。跟剛剛的牛肉咖喱一樣，它是需要打開來倒到容器裡面才能夠送進去微波爐加熱。這一款啊，在網絡上面人氣非常高，從微波爐送出來的時候，那個味道超級香，我迫不及待了。網絡上很多日本人的評論是說，它的味道風味是真的非常的泰式。我有看它裡面有加，比如說泰國的生薑，然後椰奶、青辣椒，還有檸檬草、羅勒等等。因為它有主打一個，它是用天然食材，可以看得到裡面是真的有一些料，然後有筍子、香菇、肉。雖然我們今天準備的米不是泰國米哦，但是已經就是盡力了。那這一包的話，跟它咖喱醬比較不一樣，它的汁相對來說就比較稍微少一點點，蠻泰的，也是蠻好吃的。可是是很清新的泰式的風味，但是它的辣在尾韻，就是你吞下去的時候，辣才會衝出來。我覺得它並不是我們常見在台灣吃得到那種泰式料理的綠咖喱，是對，椰奶的味道比較重，辣勁也是比較強烈的。我覺得它一開始吃的時候，你會覺得怎麼這麼不像綠咖喱，有點清爽的感覺。但是後面綠咖喱的那種辣度跟強勁的味道會跑出來。確實，它剛微波出來的時候，椰奶的香氣蠻香的，但是吃起來的椰奶香氣，我覺得算剛剛好，雞肉很嫩耶。如果說以無印良品的料理包來說，我現在目前吃過牛肉、豬肉跟雞肉，雞肉普遍的表現都比較好。你在吃它的雞肉，都還可以吃得到它雞肉本身的那個嫩度在。如果真的這些商品我會選，我一定會選雞肉哦。不過我現在吃到第3、4口，真的有辣，因為這上面是有寫它是5星辣。有5顆辣椒，它的辣度是真的比較高。確實，你一直吃的話，吃到中間後面你會覺得它已經是中辣等級了。而且其實你就算一直吃，你也不會覺得說很重口味的感覺。而且我覺得是好吃的泰式，這我會回購我也是，我也會想要買幾包送給我朋友吃，他們吃吃看。我覺得這真的蠻不錯的。一定有人會想說，這種含肉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帶回來台灣？我們也剛好透過這影片跟大家說，其實你只要看它的後面的包裝，特別標明說它的殺菌方法是有透過加熱殺菌的。
基本上這個你就是可以安心的帶回來台灣。但是如果你的包裝上面沒有特別寫說它是有經過真空或者是加熱殺菌過的，千萬不要帶進來台灣，你會收到很大的罰款，這點要特別注意。以上就是我們今天10樣無印良品的季節限定，還有新商品跟排行榜的開箱。如果最近剛好有要去日本玩的朋友，有去逛無印良品，有看到這些商品，不妨可以買來吃吃看。我覺得這一次沒什麼踩雷耶。我其實蠻喜歡後面就是果凍跟奶昔，我其實覺得互動都很不錯。對，然後東西又好吃，互動感又高。如果說扣掉那個湯品啦，我覺得湯品可以跳過。咖喱也很好吃。對，咖喱的話，我也個人覺得，如果你本身就是跟我們一樣很喜歡吃日式的咖喱的話，你不會怕太重口味的話，我覺得你可以買那個料理包。如果你隨時想要來一個日式咖喱的時候，你就可以用那個來做。我覺得真的蠻不錯，很方便。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開箱啦。如果你有買到什麼日本無印良品很棒的料理包，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甜點想要跟我們分享的，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並且開小鈴鐺，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我們下集見，拜拜。